没有波旬，佛陀成不了佛。上2期我们聊了帝释天和魔王波旬。帝释天是善业的天花板，波旬是不让你看到天花板的守门人。那2期发出去之后，有人追了一个问题，问得非常好。他说，波旬为什么偏偏住在欲界6天的最顶层？他不是应该住在最底下吗？最邪恶的东西不是应该在地狱里吗？怎么反而在最高的天上？这个问题的背后藏着一个巨大的误解，我们来拆开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立杰。你想一想，欲望是不是只有一种形态？你饿了想吃饭，这是欲望；你想升职加薪，这是欲望；你刷短视频停不下来，这是欲望。这些欲望都很明显，你一眼就能认出来。但还有一种欲望，你几乎认不出它。你打坐达到一种非常平静的状态，心里升起一个念头，我想永远留在这里，这是欲望。你帮助了很多人，别人叫你活菩萨，你心里暖暖的，你享受这种被需要的感觉，这是欲望。你修行了10年，终于觉得自己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你对自己说，我已经放下了。这个我已经放下了的满足感本身就是欲望。欲界6天从下往上排列的不是欲望的强度，是欲望的精微程度。最底层的4天王天，欲望最粗，跟人间差不多，有身体接触，有实在的享乐。越往上欲望越细，到了第3层夜摩天，拥抱就够了。到了第4层兜率天，牵个手就满足了。到了第5层化乐天，对视一笑。到了第6层他化自在天，看一眼就够了，甚至不需要自己创造快乐，想用别人创造的就行。你品一下这个进化方向，欲望不是越来越强，是越来越看不见。波旬住在最顶层，不是因为他最邪恶，恰恰相反，在欲界的逻辑里，他是最成功的。他成功的把欲望进化到了终极形态。什么是终极形态？就是那种不像欲望的欲望，那种让你觉得自己已经超越了欲望的欲望。我举一个你可能有过的体验，如果有人告诉你，你的贪财是欲望，你会点头；如果有人告诉你，你的好色是欲望，你会承认。但如果有人告诉你，你那种我已经看透了一切的从容感，那种我比别人清醒的优越感，本身也是欲望，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你会不舒服，你会在心里说，不是的，这个不一样。就是这个不一样，把波旬推上了欲界最高的宝座。它不是最强的欲望，它是最善于隐藏的欲望。它不住在你认得出来的地方，它住在你以为自己已经超越了的地方。这就是欲界6天的真实设计逻辑。它不是一栋从好到坏的楼，是一台从粗到细的滤网，每上一层过滤掉一种你能看见的欲望，露出一种你看不见的。到了第6层，剩下的那个肉眼完全不可见，你得用智慧才能把它照出来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游戏的难度设计。第1关的敌人是红色的，老远就看见了，一刀就能砍。第2关的敌人会隐身，你得仔细找。第3关的敌人伪装成你的队友。到了最终关，敌人伪装成了你自己的内心独白，你根本不会对自己的想法起疑心，这才是最高难度。波旬不住在地狱，因为地狱里的苦你一眼就看见了，你知道那不是你想待的地方。波旬住在天堂的最高层，因为那里的一切都太好了，好到你完全没有理由想离开。最好的牢笼不是让你痛苦的牢笼，是让你舒服的牢笼。好，这个问题猜完了。接下来我要说一件更锋利的事儿。在你的生活中，有没有人正在替你扮演波旬？我不是说那些明显骗你钱的假大师，那种太粗了，不配叫波旬。波旬的段位比那高得多。我说的是那些你真心敬仰的人，那些讲法讲得让你热泪盈眶的高僧，那些一开口就让你觉得他说的太对了的智者，那些你遇到之后觉得自己找到了方向的老师。你跟着一位师傅修行，他教你很多东西，你进步很大，你非常感恩。这一切都是真的，我不否认。但有一天你心里悄悄产生了一个念头，跟着师傅就好了，师傅会指路的，我不需要自己去找了。这个念头就是波旬。注意，我说的不是你的师傅，是波旬。
你的师父可能是真正有正量的修行人，问题不在师父身上，问题在你心里那个跟着就好了的念头上。波旬从来不需要亲自出场，记得吗？他住在他化自在天，享用别人创造的快乐。他只需要借用你最信任的那个人的形象，在你心里安装一个够了的按钮就行了。你想想，佛陀自己是怎么成道的？他先跟了阿罗罗迦兰学无所有处定，这是当时印度最顶尖的禅修成就之一。佛陀很快就达到了跟老师一样的境界。阿罗罗迦兰非常赏识他，说你跟我已经一样了，留下来吧，我们一起带学生。佛陀走了，然后他跟了玉陀迦罗摩子学非想非非想处定，这比无所有处定更高一层，是世间禅定能达到的最高境界。佛陀又很快到达了，玉陀迦罗摩子更直接，要把整个教团的领导位置让给他。佛陀又走了，两位老师都是真正的大师，教的东西都是真的，佛陀也确实从他们那里学到了真东西。但佛陀没有停下来，他没有说跟着师父就好了，他在心里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不是终点。如果佛陀在任何一位老师面前停下来，就没有后面菩提树下的觉悟了。那两位老师不是假的，他们教的也不是错的，但跟着他们就够了。这个念头如果在佛陀心里扎了根，那个念头本身就是波旬。你有没有在某个你信任的人面前不知不觉地关掉了自己的判断力？有没有因为他说的对而放弃了自己继续追问的冲动？有没有在某个社群、某个圈子、某个学派里待久了之后，开始觉得我们的方法就是对的，其他的不用看了？每一个让你停止探索的力量，不管他穿着什么外衣，佛袍也好，西装也好，科学家的白大褂也好，他在那一刻就在执行波旬的功能。我说的再准确一点，波旬的功能不是骗你，波旬的功能是让你在某个正确的位置上停下来。那个位置可能确实很好，无所有处定很好，非想非非想处定更好，但好不等于到了。你在那里停住的那一刻，那个位置就从路标变成了牢笼。有人会说，那你是不是在教人不要尊重师父，不要信任任何人？不是，佛陀离开两位老师的时候，他没有否定他们，他只是没有把他们当成终点。你可以感恩一个人，可以从一个人那里学到东西，同时保持一个清醒的觉知，这不是终点，我还要继续走。感恩和依赖是两件事，学习和停止是两件事。禅宗后来把这个道理说得更狠，临济义玄有一句话，逢佛杀佛，逢祖杀祖。这句话吓坏了很多人，你怎么能杀佛呢？但你细想一下，临济说的杀的是什么？杀的不是佛本身，杀的是你心里那个把佛变成偶像，变成依赖，变成你不再需要自己走的理由的那个念头。你心里的佛如果变成了一面墙，挡住了你自己去看的视线，那面墙就是波旬。你嘴里念的经如果变成了一个安慰剂，让你不再追问经文背后到底指向什么，那个安慰剂就是波旬。你加入的修行圈子如果变成了一个舒适的茧房，里面所有人都互相印证，互相肯定，没有人再提出质疑，那个茧房就是波旬在他化自在天的行宫。怎么区分你是在学习还是在依赖？有一个很简单的测试，你试着在心里反对一下你最尊敬的那个人的某一个观点。如果你发现自己做不到，不是因为他说的对，你找不到反驳的理由，而是因为你内心有一种恐惧，一种不敢的感觉，那就要警觉了。那个不敢就是波旬的绳子。真正的学习让你越来越有力量自己走，依赖让你越来越害怕失去那根拐杖。好，讲到这里你可能已经有点不舒服了，那我要做最后一个翻转。波旬是坏的吗？回到菩提树下那个夜晚，如果没有波旬来挑战，佛陀的觉悟怎么被验证？波旬派了3个女儿来，代表可爱、不满和贪欲，佛陀一一认出。波旬派了8支军队来，代表恐惧、懒惰、疑惑、虚伪，佛陀一一看穿。如果没有这些考验，觉悟只是一个安静的内在感觉，没有经过压力测试，你在安静的房间里觉得自己很平静，那不叫定力。你在菜市场里还能保持那份平静，那才叫定力。
波旬就是那个菜市场，它制造噪音，制造干扰，制造诱惑，看你的平静是真的还是因为环境好才有的。波旬的出现恰恰是觉悟的质检环节。你以为你放下了，好，我来试你一下。你以为你不怕了，好，我给你制造一个恐惧看看。你以为你看透了，好，我给你一个看起来完美的理由，让你停下来，看你停不停。每一次你识破了波旬，你的觉悟就往深了走一层。每一次你没识破，你就知道自己还有盲区。波旬不会因为你态度诚恳就放你过关，他不会因为你修了20年就免检，他专门找你最薄弱的地方下手。你的弱点在恐惧，他就来恐惧；你的弱点在贪恋平静，他就给你一个够了的暗示；你的弱点在对权威的依赖，他就让你遇到一个刚好值得信赖的人。波旬是修行路上最狠的质检员。你健身的时候需要阻力才能长肌肉，你修行的时候需要波旬才能长智慧。没有阻力的修行就像没有重量的哑铃，你举10000次也练不出力量来。巴利经典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，佛陀成道之后，波旬没有消失，他在佛陀弘法的45年里反复出现，他出现在佛陀的弟子面前，出现在比丘尼面前，甚至直接跑到佛陀面前说话。但每一次佛陀和他的弟子们都用同一个方式回应，不是反击，不是驱赶，而是一句话：波旬，我认出你了。认出了，不是消灭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觉悟不是一种没有波旬的状态，觉悟是一种随时能认出波旬的能力。欲望还在，恐惧还在，那个说够了的声音还在，但你心里多了一面镜子，这面镜子就是觉察。波旬来的时候，你照一下，认出它了，它就失去了对你的控制力。它还在，但它拿你没办法了。一个没有波旬的世界不需要佛陀，正因为有波旬，觉悟才有意义。正因为有人拦你的路，走出去才叫解脱。这个逻辑跟你的免疫系统是一样的。你的免疫系统为什么强大？不是因为你从来没接触过病毒，恰恰相反，是因为你从小到大接触了无数次病菌，你的身体一次次的识别它，对抗它，记住它。一个在无菌室里长大的孩子，免疫系统反而最脆弱。觉悟也一样，一个从来没被波旬考过的修行人，他的觉悟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。真正坚固的觉悟，一定是在波旬的反复测试中锻造出来的。你想想你自己的经历，让你成长最大的是顺境还是逆境？让你真正认清自己的是别人的赞美还是那些猝不及防的打击？让你意识到自己还有盲区的是打坐时的安宁，还是生活里那些突然把你打回原形的瞬间？那些瞬间就是波旬在工作，他没有恶意，他只是在做他的质检，而他的质检恰恰是你能不能过关的唯一标准。所以3部曲到这里画面完整了。第10天告诉你，善业有天花板，这是第一课。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卡在这一课，他们以为做好人就是终点。波旬告诉你，有一种力量在阻止你看到天花板，这是第2课。更少的人能走到这一步，因为识别波旬需要你承认一个不舒服的事实，你一直以为的安全感可能恰恰是牢笼。而今天这第3课也是3部曲里最难消化的一课，那个不让你看的力量恰恰是帮你练出看的能力的人。你的对手就是你的老师，你的障碍就是你的教材。你心里那个说够了的声音，不是来回你的，是来考你的。你的生命中一定有这样的时刻，你以为自己已经想通了，结果一件事发生，所有的通透瞬间碎掉。那个碎掉的瞬间你很痛苦，但事后回头看，你会发现正是那次碎掉，让你看见了之前自以为想通的那层壳底下还藏着什么。没有碎过的通透不叫通透，叫自我催眠。没有天花板，你不知道要往哪儿走；没有守门人，你不知道门在哪儿；没有波旬，佛陀成不了佛。最后我想把一个问题留给你，
下一次你心里升起那个够了的声音的时候，不要急着听他的话，也不要急着跟他对抗，试试佛陀的方法，安静的对他说一句，我认出你了，然后看看你心里发生了什么变化。那个变化本身就是修行正在发生的证据。我是王立杰，我们下期见。